还未出学校大门的一群年轻男女，尝试多人一起在房间睡觉。正在他们熟睡之际，突然闯入一堆手持枪械的彪悍大汉。年轻男女们猛地惊醒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一名彪悍大汉二话不说，巨大的手掌如同铁钳一般抓住了一个年轻男的脖子，随后直接将他重重灌到墙上。查房，老实点！学生们全都吓傻了，一个个开始不要命的东躲西藏。可是房间内早已经站满了那些彪悍大汉。没过多久，年轻男女们就被捆绑得结结实实，统统跪爬在地上。彪悍大汉们从一个床板下面搜索出了卫星电话，带头的董虎确认了一下，的确就是高原的卫星电话。他举起手中的卫星电话，冰冷的眼神扫过被抓的学生们，这个东西从哪来的？学生们面面相觑，他们根本没有见过这东西，他们只是简单的在一起睡个觉，玩个多人游戏而已，哪里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？董虎冷着脸走到一个学生跟前，掐着他的脖子就把他给拎了起来。只听到咔嚓一声，那学生的脖子就被生生拧断。其他学生们见此，吓得脸色瞬间苍白，几个女生甚至因为过度恐惧直接昏死了过去。董虎再次说道：“哪里来的？”在死亡威胁之下，其中一个学生大脑飞速运转，他大喊道：“我知道这东西是谁拿来的，是张毅，对，就是张毅拿来的。”听到张毅这个名字，董虎的眼神顿时变得严厉起来。他记得他来的时候，萧红恋与诸葛蜻蜓特地提醒过他，如果遇到一个叫张毅的男人，一定要小心避开。董虎冷声地问：“你和张毅是什么关系？”吴成宇知道他微不足道，一无是处，想要活下去必须证明其价值，因此他故意说：“张毅身边有一个女人叫梁月，我们是梁月的学生，她特别照顾我们。如果你们是张毅的仇人，可以利用我们当做筹码。梁月特别爱我们，是我们当亲儿子，她不会眼睁睁看我们死的。”董虎微微皱起了眉头，吴成宇的话让他十分怀疑。如果你们的老师那么关心你们，他为什么不带你们去张毅的房子住？吴成宇紧张地解释说：“我们是不希望给梁老师添麻烦，毕竟他有他的幸福生活呀。做电灯泡我们是万万不能答应的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当然要靠自己的能力好好活下去。但你别看我们这样，梁老师每天还会送食物给我们的，不信你看看那边的饭盒。”吴成宇说完，随即伸手指向桌子上的饭盒。董虎看了桌上的饭盒，心中对吴成宇的话也信任了几分。迟疑了片刻之后，他就做出了决定。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高原留下的卫星电话，然后打探关于张毅的情况。现在抓住了张毅身边的人，那他就可以带他们回去慢慢拷问。董虎当即命人将所有学生绑起来。至于那道高大的冰雪城墙背后有什么，他并不敢过去查探。或许以他的谨慎，已经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。庇护所内，张毅房间里，周可儿跟杨幂两人身心疲惫地离开了房间。随后，张毅的手机提示声音响起，他知道这是什么声音，因为他让花花放在徐家镇的卫星电话，只要信号远离，他就会收到提示。张毅注视着信号慢慢远去，随后缓缓眯起了眼睛。果然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他让花花把卫星电话放到学生们的房间里，也是有自己的计划。计划1，可以借助外力清理掉那些麻烦的学生们。计划2，他让杨欣欣帮忙在那部卫星电话上操作了一番，可以实时监控到他的位置。如此一来，只要有人过来把他带离，那么张毅就能确定对方大本营的方位所在。他动手杀了朝雨和杨城两大基地的一人，这个恩怨对方不可能当作无事发生。他与两大基地之间必定会接触，要么谈判，要么打。张毅对目前庇护所的防御力量有着充分的自信，就算是他们两家联手的进攻也不会畏惧。但是如果可以以和为贵，对他来说也很好，毕竟末世之中就是要苟，苟着苟着就吃鸡了。第二天，张毅和大家围坐在长桌前，愉快地用着早餐。梁月突然站起身对张毅说：“张毅，我去对面一下。”张毅抬起头，微笑回答说：“去吧，早去早回，外面冷，不要冻着自己。”张毅的这种关心让梁月不禁咬住嘴唇，他不敢看杨幂和周可，因为他知道他们眼里肯定有些嫉妒的神色。最近一段时间来，他和张毅之间的关系发展迅速，虽然张毅从未用亲昵的语言对他表达过情感之类的话题，然而他偶尔的关心常常让他感动。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久单身的原因，内心极度渴望着被爱的包围。在练功时，他们身体接触，他都会特别有触感。渐渐的时间久了，他也弄不清他是否对张毅有感情，以及张毅对他又是怎么看待的。梁月接过食物，穿上防寒服，离开了庇护所。张毅没有去看他离去的背影，继续慢悠悠地插起一颗章鱼小丸子，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着，心里却十分好奇。当梁月发现自己的学生都不见了，他会如何应对？从内心来说，他希望梁月干脆放弃这些学生，安心成为听话的助手。但根据他对梁月的了解，他不可能对学生失踪事件无动于衷，甚至可能会采取过激的行动。希望他不会给我带来太多麻烦，否则我只能请他离开这座庇护所了。张毅这样想到，同时这也是对梁月的一次考验。梁月带着食物来到了对面的徐家镇，他按照惯例走进学生们住的学屋。结果当他掀开门帘时，却惊讶地发现这里空无一人。咯噔，他的心跳突然加快，迅速产生了不好的预感。他非常了解那些学生，他们都是懒散惯了，除了出去捕鱼之外，他们是几乎不愿意离开这座雪屋一步，甚至上厕所都是在帘子后面解决。如此严寒的天气，就连过去那些爱美的小姐们也顾不得形象，但现在这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，肯定发生了什么意外。他们都去哪了？梁月紧张异常，
从江对面过来时也没看到他们，所以不可能出去捕鱼。梁月把食物放在桌子上，然后转身出去寻找他们的踪迹。徐家镇现在一片死寂，虽然还有极少一部分活着的村民，但他们除了获取食物之外，基本不会离开家门。梁月顾不得太多，一个接一个的去问那些村民，但都是一无所获。梁月的心情越来越沉重，那种不祥的预感逐渐笼罩住他。难道说他们被人绑架了？梁月想起之前张毅提到的周边势力，心中涌出最糟糕的猜测。现在徐家镇已经没有多少资源可供掠夺，他们的目标是人，可是其他村民也没有被绑架呀。梁月想的头都有些疼了，内心的担忧也日益加深。他对这些学生虽然有些失望，但末世以来他们一直陪伴着他走到现在。尽管他知道这些学生并不感激他，但人的心里总会有一些执念，比如他就不能够眼睁睁看着自己教导了多年的学生去死。在冰原上，梁月望着周围一片死寂，寒风呼啸而过，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无头苍蝇，想要寻找学生却毫无头绪可循。看来只有求助张毅。梁月的脸上闪过一丝挣扎的神色，他并不希望给张毅添麻烦，毕竟他已经很慷慨地收留了他，对他也非常好。或许在他心里对张毅还有一些特殊的感情，但是现在他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那些失踪的学生。他们的失踪肯定不是巧合，如果有人对他们下手，那目标一定是他。梁月抬起头，深吸一口气，呼出的白烟凝结在空中，如箭矢一般凝而不散。他不能让他们因为他而死。梁月匆匆回到庇护所，焦急的模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张毅面前说：“张毅，我的学生们全部消失了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家都是震惊不已。什么？消失了？众人表情充满关切，但是他们的眼神却透露出对此事的漠不关心。只有梁月一直关心着这些学生，其他人对他的学生并没有好感。梁月摇了摇头说：“我已经找遍了能找的地方，连一个人影都没发现。张毅，我怀疑是不是那几家势力已经伸出了触手？”张毅双手交叉，皱起了眉头：“很有可能，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绑架你的学生？难道是你之前得罪了什么人？”梁月感到迷茫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在天青学院教了3年书，没有和任何人结过仇。”张毅安慰道：“暂时别着急，我们要冷静下来想办法。”同时，他向杨欣欣和陆可然使了个眼色，两个女孩走到梁月面前，拉着她坐下，好好安慰了一番。张毅认真地看着梁月的眼睛，诚恳地说：“梁月，首先我要向你保证，这件事绝对不是我干的。如果你不相信，我可以让你看庇护所的监控。”梁月听后瞪大了眼睛：“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”现在他心中已经认定张毅是个温柔善良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怀疑他？张毅摇了摇头，还是弄清楚比较好，这样大家心里就不会有顾虑。你的学生消失，我们庇护所的人都有嫌疑。杨欣欣接口道：“是啊，虽然我们不可能干这种事，但让彼此放心最重要。”梁月有些不好意思：“这样做好吗？我知道张毅不是那种人，虽然他这么说，但心里还是有一点怀疑。毕竟能让人无声无息消失的能力不是谁都有的。没关系，我们顺便看一下周围监控，确保没有陌生人出现。”张毅呼唤庇护所的人工智能小爱，让他调出昨天到现在庇护所周围的监控视频。很快，客厅墙壁上的屏幕就播放起了100多个监控画面的录像内容。大家通过高倍速播放，迅速看完了监控内容。昨天庇护所周围一切安静，没有发现任何人进出，这就排除了所有人的嫌疑，至少学生们的失踪不是他们干的。梁月松了口气，他最担心的情况没有发生。张毅双手托着下巴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这下麻烦了，我们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也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。现在我们完全被动起来了。虽然知道天海市还有4大组织，但不能排除其他未知势力的可能性。对我们来说，几乎无法主动采取任何行动。但既然对方掳走了梁月的学生，肯定有所图谋，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等待，或许对方会联系我们。”梁月紧握拳头，可我又没有值得别人图谋的东西啊，我不记得自己得罪过谁。张毅笑了笑，这个问题很复杂，但既然抓的是你的学生，不是冲你冲谁呢？当然了，我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性。梁月紧皱眉头，他希望能做点什么，但他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。就在这时，张毅温热的大手握住了他冰凉的手。梁月心头一颤，抬起头看着张毅温柔的眼神。梁月，你放心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答应过会照顾好那些学生，我不会食言，一有消息我会立刻行动。梁月的心感到温暖，现在他六神无主，只能听从张毅的安排。张毅笑眯起眼睛，心里乐开了花，终于解决掉那些麻烦了。不久之后他们就会死去，即使阳盛基地的人不杀他们，张毅在他们食物里下的毒也会起作用。最重要的是，梁月不会发现是他干的，然而和他反目。众人安慰了梁月一番，他心情稍微好了些，但依旧难以释怀。张毅让陆可然和杨欣欣带着梁月回去好好休息。他们离开后，周可儿担忧地走到张毅跟前，靠在他身上问：“张毅，会不会是那几个势力中的一个要来袭击我们？”确实是这样，张毅毫不犹豫地点头承认了这件事情。他并未透露给任何人他亲手杀死高原等人的事情，但他清楚与几大势力之间终究会发生冲突，只有通过一场战斗证明他们的实力，才能让那些觊觎西山基地地盘的势力彻底安静下来，这是不可避免的情况。杨幂叹了口气：“我们刚刚过上平静的日子，怎么又开始打起来了？”张毅笑了笑，毫不在意地说道：“你说错了，并不是战争干扰了我们宁静的生活，
相反，是我们用战争换来了短暂的安宁。在末世中，战争和杀戮才是常态，而和平却不是。张毅靠在沙发上，思考着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。如果只有2个势力同时进攻，我们应该能够抵挡住。但如果他们4家联手呢？张毅的眉头轻微皱起。如果是这样，可能会稍微麻烦一些。张毅已经准备好迎接这场战斗，他必须在天海市打出名声，让任何势力都不敢再来挑衅他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够获得长期的安宁生活。